上次发了白菜视频之后呢，大家就都问什么时候做萝卜啊？今天就来个萝卜开会，直接教大家萝卜的6种吃法。第一道呢，我们就做个非常开胃的酸辣萝卜丝。这个萝卜丝切好之后呢，大家不要直接去拌，我跟大家说啊，加点盐，把这个萝卜的水给它杀出来。你不杀出来，它非常多的这种辛辣味道，给它揉一下。好，我们腌个10分钟，我们再来把水给它挤干。这样的话，萝卜吃起来它就比较的脆，看它的水分基本上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挤水哈。我们在里面放少许的蒜蓉，给少许的干葱碎，一点的香葱头，用点热油，我们给它焦香一下。我们给个2勺的生抽，1勺的陈醋，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。接下来加入我们这个辣椒油，这个辣椒油是我自己炼的辣椒油。好，这个汁儿就调好了。好，这个挤干水分的萝卜丝放回到盆中。好，浇入我们这拌好的汁儿。好，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再撒点这个香菜哈，香菜给它拌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装盘了。好，接下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萝卜丝煎蛋汤。好，接着我们打2个鸡蛋啊，给少许的这个淀粉，水淀粉可以让它鸡蛋更蓬松一些。再不来大家就不要加盐了，尤其是我们做煎蛋汤的话，你加了盐之后呢，它会提前凝固，然后你的汤呢半天烧不白。好的，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油，把这锅润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倒点干净油，再不来下入我们提前打好的鸡蛋。再翻面一下啊，这个蛋呢也要煎到这种2面金黄色，它才会出香，尤其是炖汤的时候啊。像这种碗的话，你用过之后呢，看没有，放点水在里面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这个煎蛋汤很容易马上的发白啊。这个也不要浪费哈，用筷子我们给它搅一下啊，把这碗里给它涮一下啊。如果说我们1个人喝2碗汤，你就放2碗水；如果2个人，你就放个3碗水，基本上就是不会多了。我们让大火让它冲一会儿，我们盖上盖子，稍微让它煮个1分钟哈，看一下，这时候汤就更加的白了啊，看这汤已经非常白了。加入适量的萝卜丝，一起煮它，可以调味了，给少许的盐，一丢丢的这个胡椒粉就够了哈，不要太多啊，几个胡椒粉。好，中小火煮个2分钟。好，说过以前呢，我们给几颗枸杞，滴个几滴香油。第3道呢，给大家做一个蒸萝卜丸子。这切好的萝卜丝呢，我们一样加点少许的盐，一定把这个水分稍微给它杀一杀，因为它有时候有些会辛辣味。好，把它和转之后呢，我们稍微放个5分钟。这时候一样用你的洪荒之力哈，把多的水一定要给它挤干。接着把这个拧干水分的萝卜丝放回到盆中，我们加入少许的盐，因为再加一次盐，之前的盐味其实已经被水带走了哈。给少许的糖，加点13香粉。如果你家里面有种鸡精或者味精呢，可以加一点点哈。我们再加点香油，香油芝麻香油，给它来点这葱花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加入2勺的这个低筋面粉，再加入2勺的土豆淀粉，给它揉均匀，先给它捏一下，搓一下啊。好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上锅哈，水开之后呢，蒸个8分钟，在碗里给少许的这种蒜蓉、小米椒，这个热油给它浇一下，1小勺的生抽，少许的蚝油，一点的盐和这个白糖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来点葱花，这个蘸料就打好了。好，时间到啊。第4道呢，我们做一个辣味萝卜糕。这里用到的是250克粘米粉，我们再倒入250克的清水，按照1比1的比例。我这里呢是450克的水，不要用完了啊，剩下的200克我们待会儿会拿去煮这个萝卜。粘米粉呢不是糯米粉，是大米粉啊，没有那么多的粘性啊，搅拌均匀，不要有颗粒。好看，我们把这个浆啊调到这种湿滑的状态啊，给点盐，少许的糖，一点点五香粉，搅拌均匀。再来点食用油，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把锅烧热之后呢，给少许的油。这里是70克的腊肠，这是50克的腊肉粒啊。我
我们倒在锅中，给它爆香一下。萝卜呢，这里是300克切的萝卜条，继续翻炒它。炒香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200克的清水，刚刚剩下的200克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就让它去焖煮一下。好，出锅以前呢，我们加入白胡椒粉。接下来这一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烧开的萝卜呢倒入到我们刚刚调的姜中，一起去搅拌它。好，我们快速去搅拌它，让它呈这种半凝固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找个玻璃碗给它刷上油，接着我们的萝卜浆啊均匀的舀到这个玻璃中。好，稍微给它抖平一下。好，封上一层保鲜膜。今天呢，我只加了腊肠和腊肉，如果你家里面有海米的话，可以加点海米。好，我们上笼蒸个4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给大家一个方式，如果这个签子插进去，它里面是这种稀的，它就是没熟啊。它一定是干的，如果是里面没熟的话，它就是稀的。好，这个萝卜糕冷却之后呢，我们找一个这个抹刀给它敲一下，我们把它弄出来，做一个最后的改刀。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，改成个片状。这个萝卜呢，你不能切成，你改丝的时候不能切得太细，太细的话，现在蒸出来它就是融掉了，完全融掉了。一定要切粗一点，让它有种颗粒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倒点油，把这个萝卜糕煎一下，找个煎锅。中途呢，我们给它翻面一下啊，这两面要煎到这种焦褐色。煎的话，我们煎到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家里面有 XO 酱呢，可以加点 XO 酱，再给它炒一下。好，我们经常在做菜的时候都会加一些边角料，什么边角料？有些萝卜啊，比如青笋啊，甚至是一些洋葱啊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泡菜。我们把这个白萝卜呢和这个红皮萝卜呢，稍微给它给点盐。这个盐加多一点都不怕的，待会儿我们还要去洗它，没关系的哈。一定要把这水分给它杀出来，揉一下。看，如果你们杀水的话，它泡出来它就没有那么的脆，没有那么嫩。红皮萝卜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稍微给它杀个10分钟。但是这种像什么这种胡萝卜就不用，因为胡萝卜水分比较少，还有青笋也是。青笋如果你腌的话，它就软，直接软掉了。还有像黄瓜的话，就建议大家不要泡的时间特别长，如果泡的时间长，它会自然会发软。接下来我们倒入500克的矿泉水。好，这里是25克的食盐，30克的冰糖，2个八角，我们放个10来克的这个干花椒。烧开之后呢，一定要给它搅拌，让它完全的融化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烧开以后呢，把这个糖和这个盐完全融化之后呢，放在旁边去放凉。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腌过的萝卜呢，稍微给它冲洗一下，你看还有非常多的水分，这个水是很辛辣的，给它冲掉。冷却过后呢，我们稍微再加点泡椒水。什么泡椒？就是这个泡椒啊，这个泡野山椒这种辣椒，有地方可能叫野山椒，有地方可能叫泡椒。好，我们再加入80克的这种白醋啊。好，给它搅拌在一起，这个水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泡菜呢放在罐子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灌入这个萝卜哈。你在家里面可以用盆子来泡，或者一些瓶子都行。好，中间我们再给它放2个拍破的蒜，放一点姜，这里是30克的小米椒倒进去，30克的泡的野山椒。接着我们就把这个提前熬好的水给它倒进去，好，刚刚好啊。好，这个泡菜就做好了。正常情况下呢，你今天晚上泡着，明天中午就可以吃了。给大家说2个点，非常重要。第一，你夹泡菜的时候，你筷子不要有油，有油的话，这泡菜很容易坏掉。第二点什么呢？每次加了新的食材进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加盐，这个盐不是一成不变的哈。这个呢就是泡了1晚上的泡菜，现在是中午时间，我们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这个萝卜牛腩煲呢有川式和粤式，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川式的家常版的萝卜牛腩煲。做个牛腩煲呢，因为它是一个烧菜，所以说我们要第一步呢炒一个糖色，这样呢可以让你的菜看起来更加的红润些。好，我们在锅里给少许的油，接着下入这个冰糖。炒糖色呢有水炒和这个油炒，今天我用的是油炒的方式。
流出来它比较快一些。好，马上这糖色差不多也好了。我们看那个泡泡的，它慢慢起来之后呢，你看它大泡变成小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水了。加的时候水的时候一定要加这种温水哈，不要去加凉水。凉水的话温差会比较大，它容易蹦起来。加着我们沿着这锅边去加，就是你的整体的加的水量就一定要大于你的糖，最少也要是1比1。如果你水加的特别少的话，下去它就会成一个糖饼一样的。兄弟们姐妹们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炒的糖色的稠度啊，是这种颜色哈，就像我们喝的可乐一样。记住这个颜色和的稠度没有？我给大家说，糖色就是嫩糖色是什么呢？嫩糖色就是你入口之后呢，像这个炒好之后用筷子一蘸，它有的微微的有点回甜是正常的。老糖色是什么呢？回口是有点微苦的。如果你是特别的苦的话，这个糖色就不能用了。好，我们在锅里倒点少许的干净油，我们在锅里给少许的姜米、蒜米，还有这干葱碎，先给它爆香。干花椒粒哈下锅，干的2荆条，先给它炒一下哈。这个是6个月的郫县豆瓣酱哈，来个两大勺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，慢慢把它给它炒香，它才会出这个味道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炒到中途的时候，我们加入一个香料，香料就是几片香叶、2个八角和一个桂皮和小茴一点点啊。香料不是越多越好，你加的太多，它反而会苦的。这时候你能感觉到微微它这个豆瓣在出香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加入这个清水。好，我们在熬汤同时呢，我们再把牛肉焯个水，这个拿到旁边去熬。焯水时呢，我们就冷水下锅啊，牛肉就冷水下锅，放入我们的牛腩，给大家看一下牛腩什么样子啊？大家经常都在说，我为什么这里在加烧的什么牛腩啊、柴啊？你看这种牛腩。看它的肥瘦，好，这才叫牛腩。好，我们焯水的时候要给少许的姜片和葱段，还有花雕。像这个肉类焯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用冷水下锅，慢慢去烧开它，不要用开水下锅。开水下锅的话，它表面就会凝固到，其实里面的血水它就不能完全的渗透出来。就建议大家焯水的一定要用凉水。好，这个我们将它打出来，肉是热的，如果你用凉水去冲的话，它冷收缩，会影响这个肉的口感。建议用热水去冲洗它，热锅凉液把锅润一下。我们倒了凉油、姜片和葱段、牛腩，焯水的牛腩给它煸一下。好，这牛肉稍微给它煸一下之后呢，我们沿着锅边再给点那个花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旁边熬的这个红汤料呢给它倒进来，这个渣子呢可以给它过滤一下，这样的话会吃的比较干净一些啊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生抽，加入老抽。刚刚我们炒好的糖色啊，少许的盐，因为豆瓣里面本身它有盐味，就不需要加太多的盐啊。好，一点糖，好，再加点蚝油，白胡椒粒呢，我们来几颗整颗的哈，放在里面，你可以加白胡椒粉或白胡椒粒都行。由于这个炖牛腩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们采用高压锅的方式啊。这个锅里出的渣呢，我们不要倒掉，找一个这个密封袋给它装起来。好，一起放入高压锅中，就上气过后呢，压个25分钟，中小火哈。好，这个牛肉呢压了25分钟之后呢，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非常的软烂啊，筷子轻一多就烂了啊。好，接下来把这白萝卜倒到高压锅中一起去压一下它，再压5分钟。这个呢，如果你在锅里烧的话，它时间比较久。好，出锅前呢，我们给它放到香菜啊，这个牛腩煲就好了。好，最后再来给大家试吃一下牛腩呢，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带筋的啊，这个吃起来很好吃。再大家尝一下这个萝卜，轻轻一抿，这个牛腩就化了。哇，
入口之后呢，你感觉这个牛腩它非常的软烂，而且萝卜有种清甜味，还有它辣的感觉结合在一起，是非常的好吃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们，你可以放什么呢？放点猪头酱啊，放点海鲜酱进去炒的，把它烧成个粤式的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很多朋友给我私信说，为什么在家做的牛腩比较的柴，比较的咬不动？我觉得有2个方面。第一是你选肉的时候有没有选对，就是牛腩的话，它是牛身上五花肉的部位，就是有肥有瘦，你不要去选什么牛腿肉啊、牛肩肉啊，这样烧出来它比较的瘦，所以烧出来就比较的柴。第二呢，你要给予它时间，像这么大块牛肉的话。如果我们用高压锅来压，你看刚刚看见我就是用25分钟来压，它是没有问题的，一定它是能够软烂的啊。如果实在是你切的太大，或者说你的火比较小的话，你让它多焖个5分钟、10分钟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期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萝卜的几种做法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雕的偶像。